以太坊 ETF 会通过吗 ？Cardano 值得买吗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以太坊当前的盘面。其实你可以发现呢，以太坊目前非常的弱势，因为比特币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前高了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非常接近7万哦，比特币很接近7万，很接近前高的位置。但是以太坊呢，它基本上有反弹，但是非常的弱势。你可以发现以太坊在距离前高有20个百分点，20个百分点。那比特币呢？比特币大概就是5%到6%左右，所以你相比起来一样是有反弹，但是以太坊非常的弱势。那其实各位朋友们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在5月23号就要最终宣布以太坊 ETF 会不会通过。那么其实距离现在呢，也仅剩下1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，并没有任何的关于以太坊 ETF 的正面的消息，而且以太坊也很弱。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跟各位提到，以太坊呢 ETF 在5月23号通过的几率比不通过来得更小，通过比不通过的几率来得更小。那其实以太坊盘面的弱势呢，我相信就是最好的证明了。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看待的方式，也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试想一下，我们现在大概距离最终的宣判日呢，大概1个多月左右。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当时比特币在距离 ETF 宣判1个多月左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当时发生了非常多的利多消息。比如说呢，当时有连续3则的假消息说 ETF 通过。那其实现在来看呢，它虽然说不是官方的消息，是非官方的，不过肯定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提前知道了，不然不会有连续这么多这么方向一致的消息。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发现，我们之前呢，比特币是连续几家的公司呢都有申请 ETF 的补件的，也就是有补交一些需要小地方的文件。那你可以发现以太坊呢完全没有啊，所以以太坊就表示要不就是没有认真审核，要不就是当天不会通过，不然不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情况的。而且当时呢，其实代号都已经出来了，比特币的代号都已经出来了，叫做 IBIT。那其实现在你可以发现这个代号呢，没错，就是 IBIT。所以以太坊 ETF 呢，其实目前来看呢，确实是比较偏不乐观的。那我们还可以看到，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汇率呢，其实在最近就在最近的1-2天，它创出了这2-3年来的新低点，新低点非常的夸张。你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呢，之前有非常多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不会去破底的。但各位朋友们，如果说我们在5月23号，甚至我们在未来呢不通过的几率比较大的话，我相信我们会再打一个低点，也就是以太坊呢，它相比于比特币会来到一个至少在过往的3年多当中呢，史无前例的低点，也就是以太坊非常的弱势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多或者说持有现货的话，现在持有以太坊确实是不适合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来看看 Cardano。那 Cardano 呢，最近可说是讨论度非常高非常多人在注意这支币。那你可以发现其实 Cardano 呢，基本上涨幅都是集中在第一波。第一波的意思就是我们当时呢，从23年的9月底的时候然后一直到23年的12月初，大概这段时间涨幅都集中在这一段了。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没有脱离这样的区间，所以很简单我们从2024年的1月 ETF 通过之后呢，基本上 Cardano 在完全一模一样的位置，因为很简单，因为通过的是比特币的 ETF， 不是 Cardano 的 ETF。好，那其实 Cardano 呢，它在这轮游戏有没有机会？绝对是有机会的，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轮到山寨币，山寨季呢，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始。那如果说呢 ，Cardano 在这轮牛市它都没有办法创造一个非常可观的涨幅的话，那我相信这个币种真的有可能即使它市值很大，它都有可能慢慢走向消亡。那并不是说这轮牛市它就没办法创造出很可怕的涨幅、很可观的涨幅，而是现在还不是 Cardano 的时候。那其实直接我们去看 Cardano 对上美元的图表呢，其实这个是有偏颇的。我认为在考虑要不要买进 Cardano 的时候，尤其在牛市，在考虑要不要买进一个币种的时候，
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币种跟比特币的汇率。你可以发现，其实我们从这个图表，我相信会更明确。很简单就是 Cardano 对上比特币的汇率呢，来到了历史的新低点。历史的新低点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我们与其去持有 Cardano， 为何不持有比特币呢？我们直接持有比特币就可以了，涨幅也比较多，对，没错。而且呢，比特币它修正的时候，这个幅度相比于 Cardano 来说也会比较小那其实我认为山寨币是可以不用提前布局的。等到它开始上涨再去布局，绝对都来得及。因为只要一涨，它会涨很大很大一段，非常可观的一段。那即使我们前面这一段我们拿来做判断，等到信号确认的时候，我们再进场，都绝对来得及。那我认为现在还不是去持有或者说先布局的好的时候至少对 Cardano 这个币种来说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币种就例外了，各位朋友们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，我们依然坚定的持有这张 Solana 的多单。我们之前从$73就做多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做多到现在$181了。其实我们第一张 Solana 的多单从$50就开始做了，做到现在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光这段时间就直接是4倍，直接是4倍的涨幅，50到200嘛，没问题的。我们仓位其实开的真的是不大，你用$2000开10倍杠杆，你就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仓位价值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总和这些山寨币的利润虽然说 Avalanche 最近表现的呢确实是不太好，但是 Solana 的表现令我非常的惊艳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非常非常接近$7万的盈利。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收益很不错，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那么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，就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。那 OKX 你只要 KYC 入金$50就送你$50的体验金，已经做到1:1了。这两个活动我相信都非常非常优惠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 Solana。我认为 Solana 如果说比特币没有出现太大的意外的话，比特币没有太大的回落，比特币顺的往上涨，那么 Solana 一定可以来突破前高的。注意是历史新高。现在除了 Solana 之外，有任何一个山寨币有机会突破历史新高吗？没有，至少市值大的，你说小币的那个不算，市值前几大的确实是没有，只有 Solana。所以 Solana 绝对是在这段上涨当中呢最强势的，也是我们最看好的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最看好 Solana， 因为单子我相信就是最好的证据了。那我们刚刚有谈到我们在讨论所有的币种的时候，我们都必须把这个币种跟比特币去做比较。如果相比于比特币是强势的，那么它才值得购入，不然我们就直接做比特币就好了。那你可以发现，我们从最低点呢到现在已经上涨了多少呢？400个、500个百分点了。那你可以发现，比如说像 Cardano、像以太坊呢，它都还在之前的低点附近那我们干脆就直接布局比特币就好了。那 Solana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们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